明明是一座监狱，可所有男人都想抢着进，甚至不惜出价千万，只为当一名听话的犯人。只因这个世界的雄性都会因精神崩溃退化成毛茸茸，而这座监狱里的监狱长却成了唯一救赎。白虎战神、冷面皇子、世家贵胄、魅惑红狐，这些叱咤风云的大佬都甘愿沦为他的囚徒。他叫石瑶，意外穿成书中铃声玉质炮灰废瓷，为了活命，他跑到黑明星当起了监狱长。谁料上班第一天，白虎战神就精神崩溃发作，他不知疲惫地撞击着防护门，撞得血肉模糊，而其他牢房的犯人目睹这一切都红了眼。他们曾经都是帝国的顶级大佬，如今却因精神崩溃退化成了随时会狂暴的毛茸茸，只能被帝国关在这小小的地方等死。白虎的撞击声越来越远，或许今天就是他的死期。就在大家绝望之际，谁也没注意到石瑶头顶竟扑地冒出一朵小青菇，他畅通无阻地穿过防护门，蹦跶进白虎脑袋里，再出来时变成了醉醺醺的小红菇。而濒死的白虎竟恢复了一丝清明，但还是因失血过多倒在地上。小红菇也被甩飞老远，他在地上翻滚了一下身子，晕乎乎地甩了甩蘑菇头，又快速地穿墙溜了。砰！白虎倒地的声音在空旷的监狱里炸开，对面2号牢房的木渊立刻按响紧急铃。而此时监狱长办公室内石瑶睡得正香，突然一阵刺耳铃声响起，请监狱长注意，2号监牢按铃急住，请在5分钟内到达。他霎时从梦中惊醒，立刻冲向监狱最深处。这里名为监狱，外观却与豪华别墅无异，内部设施更是顶级配置。但1号牢房的惨状仍让他倒吸一口冷气，地面全是血迹，管家机器人正忙着打扫，他顾不得2号牢房的呼救，先探头往1号牢房里瞧，可压根没见着白虎的影子。天啊，不会刚上岗就有受越狱吧？但他入职时就被警告过，千万不要开牢房门，石瑶可宝贝自己小命呢。他检查了一下防护门，确认完好无损，这才按下心里的担忧走向2号牢房。但没想到2号牢房的白贤木渊竟命令石瑶开门去1号牢房打扫，明知是送死，石瑶果断拒绝。木渊其实也明白帝国就是想让他们在这里等死，但想到贺千寒的惨状，就忍不住迁怒眼前的雌性，利爪一挥，将饭盒狠狠丢出牢门，饭菜哗啦啦洒一地。那这样吧，监牢外面让你打扫不过分吧？他得意洋洋地开口。石瑶看着一地狼藉，正要发火，但看着挥着翅膀的白贤，脑海里莫名闪过小猫小狗捣蛋的画面，他心里的气莫名其妙散了一些。人对毛茸茸总归更包容，何况他还是重度毛绒控。好的，说完石瑶转身就走。木渊见状更得意了，竟直接坐在牢房门口等着看戏。谁料石瑶竟带着机器人来了，小雌性，你竟敢耍我！木渊气得翅膀扇出狂风，而石瑶却一脸无辜，我带了他来，他打扫不就是我打扫吗？木渊作为帝国4大世家之一木家的唯一继承人，从没人敢这么惹他。以前他让监狱长跪地舔舐残渣，对方都不敢反抗，可眼前这个小雌性怎么这么大胆？而这一幕让隔壁的江献之笑疯了。木渊则气得精神力崩溃，差点发作，头痛心脏痛，为了发泄他大喊着让机器人滚。石瑶没料到他气成这样，还是决定不要再刺激他了。他叹了一声，从机器人手里拿抹布擦了2下地面，就带着机器人离开了。见此，隔壁牢房的江献之直接笑得在雪地上打滚。没想到你也有吃瘪的时候，真有意思，我也要玩。说完他按了一下房间急助铃，石瑶屁股还没坐热又起身。这次是4号的亮灯，他揉了揉额头，这些大人确实挺能折腾的，不过他也不怕，为防万一，还是带上机器人走向4号牢房。看着端坐冰雪王座，圆滚滚毛茸茸努力装深沉的企鹅，石瑶萌得心肝颤，好想入。监牢里生活很无聊，所以逗监狱长成了他们的乐子。江献之示意4号机器人把餐盒送出去，石瑶接过一看，吃的连1粒米饭都不剩，怪不得看着肉乎乎的。他眼睛亮晶晶的，忍不住夸了一句：“真棒，都吃干净了。”江献之看着这样干净的眼睛，又听着这样的夸奖，原本想要作妖也不做了。他难得娇羞的用爪子挡住脸。见此，石瑶又被萌到了，能看不能录太难受了。于是他便收了饭盒去了其他牢房。叶延彻漆黑的黑豹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5号房的九尾红狐严庆成则对他抛了个魅惑电眼。石瑶心神一荡，大概单身太久了，连一只狐狸都看起来那么眉清目秀。他赶紧甩了甩头，这才清醒。而身后的江献之注意到这一幕，气呼呼的哼了一声，这雌性也太花心了吧，刚还对自己笑，这会儿又对其他兽人放电。他冲过去用力拍门，成功的把石瑶引了过来。江大人，有什么事吗？我要再来1碗饭，要10分钟内吃到，迟到1分钟我天天按铃吵你。石瑶听后决定收起不久前对他可爱的评价，这一路紧赶慢赶，才顺利将满满1份肉拿了过来。算你厉害，完成了。江大人，我按时完成了，既然有惩罚，自然也有奖励。我这次按时送到了，那你要承诺今天不要再按急助铃。石瑶跑得喘气，小脸通红，小嘴也红红的，显得很迷人。江献之又被这模样迷晕了，连他说什么话都没听太清楚，只是迷迷糊糊点了点头。等反应过来，自然不好再反悔。想到此，他只能气呼呼的咬了一大块肉，毛发又沾了一脸油。但想到小雌性还在门口，不愿让他看了自己笑话，又默默的背对着他吃。难得吃相也斯文了不少。石瑶看着他圆润的身子，又觉得手有些痒了，超想撸。但想到1号监牢一桩，他决定找态度最好的严庆成打听。得知是贺千寒精神力崩溃发作，现在已经被送去疗养舱，他立刻跑到1号牢房。此时牢房已经被机器人恢复原样。想到兽人每发作一次就离死亡更近，石瑶决定为这位心系民众的好少将做点什么，让他在最后的时光舒服些。于是午餐时间，石瑶亲自做了青椒炒咕咕肉，又熬了滋补的药材汤，打包了2份，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给贺千寒。而此时机器人也备好了其他大人的标准餐。石瑶心满意足地带着他们一起去送餐。这个世界疗养舱治愈很厉害，不过2、3
2-3个小时，贺千寒已完好无损地回到牢房，但细心的石瑶还是发现他2只前爪上的毛稀疏了不少，甚至还能看到里面透着粉色的肉。贺大人，你还好吧？贺千寒听到这个称呼恍如隔世，他早不是在战场的那个少将了。冰蓝眸子看向他，谢谢监狱长关心，现在没事了，那就好。石瑶松了一口气，拿出2个饭盒，我想着你刚受伤，做了比较营养的汤，如果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也备着了。贺千寒眼底掠过讶异，他仔细打量着石瑶，那双眼很真诚，并不带着任何利益色彩。他双眸愈发柔和，谢谢你。说罢，小心地用爪子打开了饭盒，闻着未曾见过的菜式，很香，我很喜欢。他的样子很霸道，嗓音却很温柔。莫名的石瑶脸有点红了，而这一幕被对面牢房的穆渊尽收眼底，他瞬间炸毛，还说是想饿死我们吗？石瑶回过神来，转身快速把饭放到窗口。穆渊打开饭盒时，贺千寒视线不自觉落了过去，看到穆渊气得在拍碗，嘀咕又是这种破菜式，默默敛下眼皮，原来只有他有。当然了，监狱里石瑶印象最好的就是贺千寒了，其他几人很难伺候，他才不想自讨没趣送自己做的饭。之后无人再生事端，石瑶便回去享用午餐了。苦孩子出身的他手艺不错，一口下去，美食的幸福感驱散了阴霾。吃完意犹未尽，他又想来点饭后甜点，说干就干。好在科技会解放双手，石瑶将原料放到机器人食材篮里，调好参数，不一会就拿到了新鲜的草莓奶油小蛋糕。只舔了一口奶油就眼前一亮，机器人打得比人工还细腻。他给自己留了7个，剩下来的送给几位大人尝尝，顺便回收餐盒。没想到贺千寒吃得干干净净，许是吃饱喝足。他正盘身趴在床上，听到石瑶来的动静才睁眼。监狱长，你来了。石瑶笑着将小蛋糕放在送餐口，送点饭后甜点，尝尝看，你们喜欢的话，下次再备。听到了你们2个字，他明白这次不是只有自己独享了。不过他并没有生气，反而很感谢石瑶能挂念他们，因为之前监狱长从未如此。小蛋糕在白虎巨兽前更显迷你，还不小心沾了点在鼻尖。他下意识舔掉鼻尖的香甜，随即想起门口的石瑶，眼眸快速划过一丝窘迫。好在石瑶并没看清楚，他只觉蛋糕太小拿不出手，忙转移话题。对了，我叫石瑶，叫我名字就行。好。白虎低头脸下发热的耳朵，点了点大脑袋。石瑶收起餐盒就去其他牢房送蛋糕了，大家都没说什么，只有江献之忍不住问还有吗？江献之刚出生比较体弱，所以一直是江家娇生惯养的少爷，却拥有2 S 级别精神力。可那次虫族歼灭的行动，却让参与行动的江献之、穆渊、严庆成、叶延彻、贺千寒逐渐精神力崩溃。他听着江献之的声音，想着不过还是个少年，却被困在这里等待着死亡来临，心莫名软和了下来。当然还有，他从空间又拿了一个出来。江献之圆圆的毛脸瞬间又热了起来，他难得有些娇羞的用爪子挡住脸，尾巴轻轻摆动，萌态更甚。石瑶站着欣赏了一会儿毛茸茸，到底不能厚此薄彼太明显，于是他又去给其他大人分蛋糕。这一次穆渊也把标准餐吃得挺干净，看到石瑶，他立刻冷哼一声，显然还在记恨上午的事。石瑶才不惯着他，放下蛋糕就走。穆渊那叫一个气啊，他都把饭吃干净了，为什么只夸江献之那个矮脚兽，不夸自己？他气得又梆梆梆敲响防护门。石瑶无奈地退回去，怎么了？就一个。穆渊语气极度不满，指着那个小蛋糕，不想吃就算了。石瑶做事要去拿，穆渊却一把抓过蛋糕，飞快地塞进嘴里，然后得意洋洋地看着他，仿佛在炫耀，看我吃到了吧，幼稚。石瑶忍不住小声嘀咕，而穆渊吃着嘴里的甜食，心里默默计算着刚才2人对话的次数，比跟贺少将多。他勉强觉得心气顺畅了一些，给其他大人送完蛋糕下班后，石瑶倒头就睡。可他不知道，此刻监狱各房机器人正附上冰层，这是江献之释放的天赋，隔绝了外界所有的监视。原来他们已查明石瑶并非帝国派来的眼线，但九尾红狐严庆成提出关键一点，他能抵抗我的魅惑之瞳，绝不简单。但贺千寒还是为他开口，既然暂时还无法确定石瑶的具体底细，大家这段时日收敛些，不要再刻意刁难他。就这样，石瑶和监狱里的大佬们平静地度过了一段时间，直到黑明星上降落了一辆跃迁飞船，迎来了石瑶上任的首位访客，是个年轻绅士范男子。您好，我是大皇子殿下的下属李约，这次来是有要事找他的。3号牢房的黑豹正是大皇子叶延彻，在叶延彻的同意下，石瑶才将人带了进去，然后自己就回避了。原来李约是来送新研制的药剂，据说有望降低崩溃值，但风险不小。叶延彻决定自己试药，药刚入口，他就赶走了李约。不久，黑暗的房间就响起碎片碰撞声和痛苦的嘶吼，黑豹开始精神力崩溃发作，大力撞击防护门，敲得头破血流也未曾停歇。那绝望的嘶吼重重砸在每一个兽心上。而另一边，石瑶正送李约离开，还从他口中知道了叶延彻很多事迹，比如17岁带兵端掉人贩子，老巢救出200多名雌性。原来不止贺千寒，叶延彻也很厉害，也许其他人也做过很多非凡贡献，只是眼下大家都是必死的结局。想到这样的结果，石瑶就很难过，忙甩头并出杂念，不如先想晚餐吃什么。想着他又去了厨房，而角落里被摔在草堆的绿蘑菇晕乎乎的站起，然后循着味道朝着监狱深处跳去。监狱内黑豹自残行为依旧没停止，他喉咙一出痛苦疯狂的嘶吼声。就在众兽焦急万分时，咚的一声，黑豹晕倒的声响传来。江献之忙贴近门盯着对面看，大皇子头上是撞肿了吗？怎么有片红红的？严庆成无语，你还有心思关心这个？人没事就行。这会儿3号机器人判定叶延彻无风险，才熟练地将他送进了治疗舱。
确定人还活着，众兽才舒了一口气。石瑶送晚餐才知叶延彻也发作了，看着一片狼藉的3号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又一个离死亡更近了。送完餐，他回到厨房，没有胃口的扒了2口。夜里又去监狱巡视一圈，才回宿舍躺下。但想到白天的事，还是忍不住上新网搜索精神力崩溃50有没有治愈的方法。可大家的结论都是必死无疑。石瑶看着心中一沉，忍不住在相关帖子里发问：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这帖子热度很高，很快有人回复：找到精神力超高的雌性进行连结或有救，可这门槛很高，必伤雌性，没雌性敢冒这种风险。石瑶思索着这话，确实很困难。想到此，他退出了新网，所以就没有看到下面的话。我翻页时看过，曾有植物系精神体雌性治愈过 2S 精神力崩溃强者，或许植物系精神体雌性有办法。半夜，一个委屈巴巴的声音在石瑶脑海里响起：主人。他突然脑袋一痛，一下就惊醒了。只见床尾趴着个巴掌大绿的刺眼的蘑菇，哪来的？怎么在我房间？主人，我是你的精神体啊，当然得跟着你。脑海里的声音带着哭腔。石瑶一脸震惊，可我精神力 F 也有精神体吗？绿色蘑菇不高兴地反驳：主人精神力才不是 F 呢，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不过这不重要。石瑶给蘑菇起名叫小毒，毕竟它长得就跟毒蘑菇似的。小毒高兴自己拥有了名字，总算乖乖地回到了意识海内。翌日，石瑶睡眼惺忪地坐在床上，试探道：小毒，我在。脑海里声音响应很快，石瑶这才确认原来昨晚不是做梦啊。可听说兽人精神体多是动物，怎么他的就是植物？但想到书中原女主精神体是雪莲花，他也不惊讶了。想到此，他照出小毒，捏捏软乎蘑菇肉后，才心满意足下床。经过一晚上的恢复，石瑶去送早餐时，叶延彻已经恢复了。这也是叶延彻第一次吃他亲手做的食物。但石瑶发现叶延彻净挑食，他吃三明治还把蔬菜剩在了碗里。他忍不住建议荤素搭配才健康，大黑豹竟无声地抗议起来。见此，江献之哼了一声：石瑶，下次大皇子的也给我吃，我吃3份，我不挑食，你做的我都喜欢吃。石瑶怕他撑死，监狱饭盒不小，自己可不敢答应。看着漆黑的3号牢房，他正想若他不喜欢，下次就不费心了，却听见黑暗中传来冷泉般的嗓音：很好吃，我下次会吃。好的。石瑶闻言不再多言，但路过2号监牢，他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他感觉木渊沉默了不少，兽人的洞察力比较强。木渊察觉到石瑶的视线，他别扭地撇过脑袋，却忍不住挺直身子，脖子上扬，露出修长优美的侧身弧线，眼睛却将石瑶的身影尽收眼底。看到他眼底露出明显的惊艳后，脖子仰得更高了，直到石瑶离开监狱，才扭着脖子伸展着翅膀放松身体。而这边石瑶用工资买的快递到了，他迫不及待地在办公室整理零食，打算分给牢里的大人。看到一个宠物毛线球，他立刻想到圆滚滚的企鹅江献之，于是他收拾好东西就往监狱去。这回刚吃早饭不久，众兽也在各自忙碌。考虑到大人们的生活需求，监狱各种设施都是根据大家喜好定制的。贺千寒作为少将，房间里有不少运动设备，每天锻炼必不可少。木渊比较爱美，所以他房间里有不少镜子和梳子。叶延彻能夜视，他更喜欢待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书。江献之喜欢低温环境，喜欢躺在监狱内的雪堆里。严庆成以前当过太空星道，过了不少提心吊胆的日子，现在闲下来了，就喜欢喝茶。可日复一日的生活过上2年，任谁都觉得无聊。就在他们百无聊赖时，石瑶笑着走了进来：今天给大家吃点新鲜的零食。贺千寒立刻从攀爬墙上下来，走到门口，眸光温柔：谢谢，有心了。看着大狮子他的那双蓝眸，似能轻易令人沉溺，他害羞的不敢直视，忙转头到了2号牢房。木渊拿着零食说了声谢谢。3号牢房叶延彻居然主动走到了防护门前，这是除出见外。石瑶第2次看清他的模样，庞大的躯体，毫无感情的绿眸，看起来依旧让人头皮发麻。黑豹察觉石瑶不适的情绪，又默默隐匿在黑暗中。石瑶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又去了江献之那里。石瑶，你给我们买零食了呀？不仅零食哦，我还给你买了小玩具。小玩具。听到这3字，监狱里众兽都默默支起了耳朵，就连黑暗中的叶延彻也不例外。玩具。江献之则眼眸登时瞪圆，我又不是宠物，要什么玩具？他可是堂堂雄性兽人。江献之气得龇牙咧嘴，石瑶也被他说的也有点心虚，假装收回毛线球，道歉，我没有把你当宠物的意思，我这就拿走，别气哈。而江献之看着毛线球的下意识的脑袋跟着歪了2下，然后眼眸又缩了缩，我又没说不喜欢啊，原来大人喜欢啊，那我就放心了。石瑶终于没再捉弄他，把毛线球从小窗口扔了进去。江献之下意识去追，飞快叼住毛线球，但看到门口石瑶还在，又自觉丢脸吐了出来。石瑶没再多逗留，来到了5号延庆城门口，先递零食，又拿出今早摘的花。延庆城优雅走进清秀，谢谢，很香也好看。低磁沙哑的嗓音，石瑶差点没忍住手一抖将花松开。好在经历这段时间定力大有提升，没有出丑。他眨了眨眼，示意机器人来拿花，但机器人只听主人指令，没动。延庆城唇角微勾，让5号去拿，没再试探，眼底防备松了几分。不过他仍觉此雌性不简单，竟不动声色俘获牢内几人信任，暗忖迟早会查出他底细。石瑶见机器人取了花松了口气，便又往监狱长办公室走去。但折返时，他总觉得四周视线似乎带着几分哀怨。木渊瞪他一眼，嘴无声动了动按下防护门的按钮。石瑶总觉得他说的是偏心2字，但怎么可能呢？石瑶离开后，监狱里沉寂了好一会儿。贺千寒突然想到自己精神力崩溃值已经高到80，再发作一次就很难再活，心脏重重一跳，心里似乎比以往多了一份牵挂。石瑶，他轻轻念着这2个字，温和的眼眸染上晦涩黯然。不，他不甘心。就在这时，江献之蹦跶的声音打破了死寂：小小毛线球，别想
想逃。此刻情形如果可以简单点形容，那就是他的幸福吵到了他们的耳朵。不过江献之刚得石瑶送的新玩具，哪里管别人死活？穆渊忍无可忍，拆了2号机器人，吵死了！江献之，你不能安静一会儿吗？江献之听到后知后觉，自己刚才的行为确实挺丢脸的，居然被一个小毛线球迷的找不着北。这时叶延彻突然开口，江献之用冰封技能。江献之闻声知道叶延彻要说大事了，暂时收起玩闹的心。而李约出现在监狱门前，石瑶将他带了进去。原来是艾博士闻讯叶延彻和贺千寒崩溃后，崩溃直径有所下降，此乃前所未有之事，所以连夜派李约来采血，验其体内是否存在抗体。叶延彻和贺千寒很配合，可没想到李约站在3号牢门外，看向光屏后的叶延彻发问：殿下，石瑶小姐到婚配年龄了吗？在抽血的白虎和黑豹前爪同时一抖，两人不约而同看向李约。李约还没注意到自家殿下的眼神，还在说石瑶小姐很好，我想追求她做妻主。穆渊听罢先坐不住了，你要追一个生育值0精神力 F 的废词吗？李约面露不赞同也不在乎。江献之嘴里的球玩不下去了，李约，这雌性有哪里好的？难道你看她长得好看？他摇头，江少爷，你不懂，雌性多的是，但像石瑶这么好的可不多，漂亮到底都是点缀而已。李约很坦诚，反正这里面一个个都位高权重，肯定不会选择石瑶。这话一说出来，江献之无可反驳了，毕竟他也觉得石瑶很好，但还是忍不住牙酸。你精神力很高吗？凭什么认为石瑶看得上你？李约还想争辩，叶延彻却用牙齿咬下抽血管，冷冷开口：李约，本店让你来是工作的，不是来追求雌性的，你尽快将血液送到艾博士手上。另外，药剂没做好前，你就不要过来了，有事直接通讯沟通，节约时间。李约一脸失望，这么说接下来大半年都见不着石瑶小姐了。最终他悻悻闭口，但他留了后手，离开前加了石瑶的通讯号，并且送了一条粉色点钻手链。石瑶感觉太过贵重，正思考怎么开口还给他，手腕芯片突然急促地震动起来，必须在6分钟内赶到。自从有一次迟到后，他发现超时1分钟扣100新币，于是他急匆匆告别李约，跑了一路总算按时到达。他深深喘着气，点击了一下芯片，这才发现按铃的竟是从未找过自己的叶延彻。怎么了，叶大人？叶延彻在石瑶这里得知李约走了，才放下心来。我也快到下班时间了，大人们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我就下班了。本以为这次下班也能轻轻松松，谁知道穆渊突然发疯似的要求我要冰你，现在就要。那火气大的像谁惹了他一样。紧接着江献之也嚷嚷起来，我也要一杯。更让石瑶意外的是，连一向寡言的贺千寒和叶延彻也淡淡的开口，我们也一样。大家这是怎么了？石瑶满肚子疑惑，最近他应该没亏待他们吧？但为了能赶快下班，他还是尽职尽责的看向最后一位，严大人需要吗？严庆成狐狸眼笑眯眯，带着点看好戏的神情。既然如此，那麻烦小石瑶了。好吧，石瑶莫名其妙的又跑了一趟厨房，好在高科技厨房解放双手，制作冰饮倒是不费力，只是想到穆渊那副火大的样子，他心念一动，顺手又煮了一壶家乡的凉茶。这玩意儿降火杠杠的，但味道能让第一次喝的人头皮发麻。果然，穆渊咕咚灌完冰饮后，心火还没消，看到贴心的凉茶，拿起来大大喝了一口。2分钟后，噗，他直接喷了，他俊脸皱成一团，什么东西这么难喝，好苦。江献之毛茸茸的小脸也皱成了包子，苦得直吐舌头。贺千寒和叶延彻眉头紧锁，强忍着把口中的凉茶咽了下去，但脸色都不太好看。严庆成最狡猾，他狐狸鼻子轻轻嗅了嗅那深褐色的液体，就默默地把杯子推远了一些。但凉要苦口吗？石瑶态度很好的解释，凉茶润燥降火，喝完就舒服了。没吃过什么苦的江小少爷半信半疑，又尝试着喝了一小口，可那极致的苦味实在让兽无法下咽，他再次呕了出来。洁白的雪地上瞬间多了一滩深褐色的印记。另一边，穆渊一脸不信邪，选择了最豪迈的方式一口闷，然后他也步了江献之的后尘，呕了。难得见到这群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如此狼狈又统一的表情。石瑶憋笑憋得肚子疼，倒是道行最深的贺千寒和叶延彻两人听着石瑶说降火的功效，虽然脸色发青，但还是面不改色的喝完了一杯。看着严庆成那杯纹丝未动，石瑶超级贴心的询问：严大人不尝尝吗？严庆成笑得像只千年狐狸，我就不了，我可和某些人不一样，肚子里没那么多火。他意有所指的瞟了瞟其他几人，石瑶脸上露出真诚的疑惑和一丝恰到好处的遗憾，但惦记着下班，更怕穆渊他们缓过劲来找他麻烦，赶紧脚底抹油溜了。监狱里再次恢复安静，严庆成喟叹一声，今晚真是看了一场好戏，我本以为这个雌性只是获取了你们的信任，现在看来反而超过了预期，就连大皇子和贺少将都乱了分寸。穆渊难以置信地看着对面静卧的白虎，严庆成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贺少将和大皇子也？叶延彻皱了皱眉，你想多了。贺千寒静默一会儿，我只把他当监狱长看待，呵呵。严庆成笑了笑，这话你们自己相信就行，我只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他绝对不可能是普通的废瓷，说不定背后的水比想象中的深。江献之还有点不明所以，你们说的是石瑶吗？这话没人回应，但严庆成的话却在其他几人心中掀起波澜。好一会儿，贺千寒才释然道：水深水浅那又如何？我迟早会死，早已不是当初一呼百应的少将，又有什么利益可图？他甚至希望石瑶真的想从他这得到点什么，但事实是，非工作原因他也不会轻易来监狱中，更不会只看到自己。想到这，他冰蓝眸中染上颓然，众人心里都五味杂陈。曾经大家都是帝国的风云人物，现在的他们只是个等死的废物，真有让石瑶费心谋取的东西吗？严庆成细品这话一时也没了声响。翌日，众兽已是
恢复如常，而石瑶再次开启了每天撸蘑菇的快乐晨起。但今天却满脸疑惑：小毒，怎么感觉你变小了一点？主人不要担心，我分了点种子出去，暂时小了一点，等接下来接收到的营养更多了，我会再变大的。种子，这是做什么的？石瑶听着依旧没太理解，这个营养是从哪儿来？是土壤吗？不是，到时候主人就知道了。小毒神神秘秘。不过这是次日就有了分晓，各牢房都长出了拳头大的蘑菇，并且机器人清理后蘑菇又原地再生。而石瑶是送餐的时候发现监狱里多了蘑菇。江献之4号监狱雪白的世界中，那抹鲜艳的绿可谓清脆欲滴，他当即瞪大眼，在脑海里紧急呼叫：小毒，小毒，那是你的蘑菇吗？小毒高兴地点了点头，对的，原来小毒可以吸收精神力崩溃产生的毒素，那这样的话就能直接治愈精神力崩溃。石瑶咽了咽口水，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家精神体。你种在监狱里我不反对，但一定要小心，不要暴露了我的存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虽然还不确定小毒是否拥有这个能力，但在他还没有强大的自保能力之前，绝对不能透露分毫。就这么相安无事过了1个月，石瑶发现小毒真的长大了，现在变成了2个巴掌大小。而这1个月内，监狱内也没有人精神力崩溃再发作过。虽然不确定是不是小毒起作用了，但1个月下来，他也不再像最初那么神经紧绷，怀揣着也许能治愈好他们的念头，就彻底纵容小毒自由种蘑菇了。石瑶入职黑明星的第3个月末，收到了学校的毕业通知，消息上说学校要举行毕业典礼，所有收到通知的学生必须回校领毕业证。巧的是，监狱长每年有30天假，没想到隔天他又收到原主大学同学婚邀。石瑶回忆，这同学算原主唯一的真心朋友，就连书里他失踪也是对方报的案，所以这个婚礼也必定要去一趟。想到此，他申请了5天假期。临行前2日，临时工陈雄已到。临走前1天，石瑶带陈雄去了监狱一趟，特意和贺千寒5人交代了一番。可贺千寒他们以为石瑶要永远离开了，空气莫名安静了下来，一股无形的紧张蔓延。石瑶能清晰地感觉到，五双兽瞳猛地盯住他要抛弃我们了，是不是我们太难伺候了？还是他终于厌倦了我们这群等死的怪物？此时空气莫名安静了下来，一股无形的紧张在快速蔓延。江献之兽瞳骤然猩红，贺千寒爪尖穿透治疗舱，严庆成的9条狐尾死死缠住绿色蘑菇，叶延彻咬碎监控器蹦出火花，陆渊一根根拔下自己的羽毛，笑声癫狂：亲爱的监狱长，你想逃到哪里去？天啊，难道5个大佬同时精神崩溃了？明明是一座监狱，可所有男人都想抢着进，甚至不惜出价千万，只为当一名听话的犯人。只因这个世界的雄性都会因精神崩溃退化成毛茸茸，而这座监狱里的监狱长却成了唯一救赎。所以白虎战神贺千寒、黑豹皇子叶延彻、贵族江献之、穆渊、九尾狐严庆成这些叱咤风云的大佬都甘愿沦为他的囚徒。但今天他要离开几天，回学校拿毕业证。此刻他带着临时工陈雄去了监狱，特意和监狱里的贺千寒5人交代了一番。可贺千寒他们以为石瑶他要永远离开了，一瞬间空气莫名沉重的令人窒息。石瑶能清晰地感觉到，五双兽瞳猛地盯住他要抛弃我们了，是不是我们太难伺候了？还是他终于厌倦了我们这群等死的怪物？此时精神力毒素竟在悄然滋生，一股无形的紧张快速蔓延。江献之兽瞳骤然猩红，贺千寒爪尖穿透治疗舱，严庆成的9条狐尾死死缠住绿色蘑菇，叶延彻咬碎监控器蹦出火花，陆渊一根根拔下自己的羽毛，笑声癫狂：亲爱的监狱长，你想逃到哪里去？天啊，难道5个大佬同时精神崩溃了？各位大佬别紧张啊！石瑶看着狂暴的大佬们，赶紧安抚，我就离开5天，5天保证回来。话音未落，整个监狱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贺千寒面无表情地收回差点撕碎治疗舱的利爪，仿佛刚才那毁天灭地的杀意从未存在。江献之眼中翻涌的血色如同退潮般消失，只剩一丝茫然。穆渊癫狂的笑声戛然而止，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鹅，默默转身蹲下去捡拾自己刚才激动拔下的一地羽毛。严庆成动作快得惊人，一把将瑟瑟发抖的绿色小蘑菇捞进怀里，那轻柔拍哄的模样与他平日冷酷的形象判若两人。叶延彻更是红着脸，啪的一声把嘴里的监控器扣在桌上，然后迅速引入黑暗，仿佛从未出现。最终还是贺千寒清了清嗓子，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好，我们等你。石瑶松了口气，踏上了前往首都星的飞船。豪华的磁性专属船舱里，他舒展着身体，浑然不知这趟看似平静的旅程，实则暗藏杀机。10几个小时后，首都星的巨大轮廓出现在视野中，扫过瞳孔信息，踏入帝国顶级学府的大门。他被分配到了一间堪称奢华的单身公寓，紧绷的神经才得以放松，早早便休息了。次日，石瑶百无聊赖地在校园里溜达，突然肩膀被人从后面重重一拍，瑶瑶，真的是你？回头一看，是原主记忆里的好闺蜜，明艳动人的江岩。她热情地挽住石瑶，迫不及待地介绍身旁2位气质不凡的雄性兽人，看我的兽夫，后天就是我们3人的婚礼了。石瑶虽然对这个世界的婚俗仍感新奇，但还是送上了真诚的祝福。江岩眼睛一亮，立刻支开2位兽夫，拉着石瑶直奔食堂。点菜的空档，石瑶就见识到了江岩的魅力，好几个雄性特意凑过来献殷勤。江岩生育值20，在这个最高纪录只有60的时代，已是相当优秀。他冷淡地拒绝了他们，雄性们悻悻离开，目光却在扫过石瑶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嘲讽与轻视。因为石瑶是个生育值为0的废词，但石瑶毫不在意，他对这些肤浅的雄性没兴趣。江岩却有些忐忑，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原主总会不高兴地甩手就走，好几天不理他。
他。可这次石瑶不仅没走，甚至主动牵起他的手去找座位。江岩瞬间被巨大的惊喜击中，忍不住回抱住石瑶，声音带着哽咽：“瑶瑶，你好像变了，太好了。”石瑶被他抱得有点猛，美人温香软玉在怀，脸部争气的红了。可江岩这年头可不兴搞词啊，哈哈，瑶瑶你也太可爱了吧！江岩破涕为笑，一顿饭吃得轻松愉快，但饭刚吃完，手腕上的个人芯片就疯狂震动起来。石瑶点开一看，5位监狱大佬同时发来好友申请，他心里咯噔一下，自己和这些大佬的关系仅限于工作，干了3个多月连好友都没加过，现在5个人同时加他，第一反应黑明星监狱出大事了，他火速通过，立刻给监狱管理员陈雄发消息：“陈雄，监狱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此刻的黑明星监狱厨房，陈雄正满头大汗的忙活，一边是木渊少爷想吃冰饮但不能看到冰块的奇葩要求，一边是江少爷鲜花泡茶温度必须精确45摄氏度的魔鬼指令，他手忙脚乱的玩着升降温，心里苦不堪言。还好这2位祖宗承诺，只要把石瑶的联系方式推给他们，下午就让他休息。石瑶没等来陈雄的回复，贺仙寒的消息先到了，你在哪？紧接着其他4人的消息几乎同时弹出，内容惊人一致，你在哪？石瑶心悬到了嗓子眼，先回复了贺仙寒，明天领毕业证，在首都星。贺仙寒秒回，好，注意安全。石瑶赶紧追问，那你们还好吧？黑明星没出什么事吧？看到贺仙寒回复都很好，他才松了口气。看着剩下4条相同的信息，他无奈的复制粘贴统一回复，我很好，明天就准备拿毕业证了。江岩这才知道好姐妹竟然在黑明星当监狱长，脸色瞬间变了。瑶瑶，你没受委屈吧？他家表叔曾在那里任职2个月，回来时受拖了下，1分钱没拿到，天天做噩梦哭喊不去了，可见受了多少折磨。他极力想帮石瑶换工作，石瑶却拒绝了。我觉得挺好的，工资高，还没人管，没人管，那是你没惹到他们。江岩急了，开始爆料大佬们的黑历史。木渊嘴巴剧毒，曾有雌性追求，被他骂恶心的侏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江献之极度厌恶被说矮，可爱或被比作家丑。曾有黑熊兽人挑衅说他像鸭子，直接被打残拔光牙齿，惨不忍睹。石瑶听得倒吸凉气，暗自庆幸自己只敢在心里想想他像小鸭子。严庆成最让石瑶震惊，他竟是本校专门训练雄性兽人的军事教官，外号活阎王，训练手段严酷到逢课必沾血。曾有个学生不服管教，偷溜进他办公室，在本子上写了个死字。严庆成当时没发作，2个月后的军事演练赛场上，竟亲手击杀那人，并笑眯眯地贴上那张死字，只送他归西。瑶瑶，你千万不要惹他。江岩语重心长，石瑶神色恍惚，实在无法将江岩口中杀伐果断的活阎王和监狱里那个抱着小蘑菇轻声细语哄的男人联系起来。此刻远在黑明星的严庆成猛地打了个喷嚏，他眯起眼盯着芯片上刚通过好友的图标，不会又是那老东西在说我坏话吧？和江岩分开后，石瑶去了图书馆，他想查查关于自己那个绿色蘑菇精神体的资料。管理员是位笑容和蔼的老爷爷，刚挂断一个通讯，嘴里还乐呵呵的念叨：啧，那臭小子2年不找老子，一开口就让关照小雌性，铁树开花了。看到石瑶，他笑眯眯问同学想看什么书，接过他的学生证扫描后，老人的瞳孔不可察的闪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如常。精神体相关的书在那边区域。石瑶道谢后走向书架，老人立刻拿起芯片拨通，劈头盖脸：臭小子，想老牛吃嫩草啊！通讯那头传来严庆成无奈的声音：老头子说话别那么难听吗？还说不是，我刚看见那小雌性了，俏生生跟初春桃花似的，造孽啊，居然被你盯上了！老人噼里啪啦一通输出。严庆成此时知道石瑶去图书馆了，就让老爷子多多关照他。老爷子却唱反调：要不要我把你那些光辉事迹抖搂给他？保管吓得他跑远远的。严庆成反而放松了，慢悠悠道：刚好上将期主之前还问我，某人上个月是不是又偷跑去战场了，腰上那伤。停，打住！老头越听越不对劲，倒吸一口凉气，一时盯着图书馆的学生都怀疑是严庆成的眼线。他气恼道：行了，我会好好帮你关照那小雌性的，你养你的伤吧。但仍然觉得不放心，抬手将坐在公共厅里面的雄性都赶了出去，理由嫌弃他们太吵闹。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因为这位管理员正是退休的传奇上将陆鼎峰，部队里大半军官都是他带出来的兵，包括贺千寒，得罪他前途尽毁。而石瑶对此毫不知情，他沉浸在书中关于精神力崩溃恐怖案例的描述里。曾经一位2S 级强者精神力崩溃发作，竟屠尽了整座监狱和星球大半居民，崩溃者会变成无知无觉的杀戮机器。这案例让他理解了帝国为何如此忌惮贺千寒他们。想到此，石瑶后背发凉，第一次认真考虑这工作还要不要干下去，小命要紧啊。但想到自己的蘑菇精神体或许能治愈他们，他又犹豫了。至少这1个月，监狱还算平静。算了，先不想了。他放下书，心情复杂的去前台取学生证。陆鼎峰笑眯眯的递还证件，意味深长的说：严庆成那小子对你可真热心肠，特意叮嘱我这老头子多照顾你。热心肠。石瑶想起江岩口中的活阎王，哭笑不得。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严庆成？他带着满腹疑虑和复杂心情回到宿舍，刚坐下，芯片又震了，是江献之的消息。石瑶，我让我妈给你送点东西。石瑶头皮一麻，赶紧拒绝，不用，太客气了。江献之不高兴了，为什么？李约送你的手链你不是收了吗？我们认识更久。石瑶内心想，那手链我正愁怎么还呢。这边他还想婉拒，江献之却直接威胁，你不收的话，我以后也再也不拿你的东西了。我这是回礼，礼尚往来。石瑶无奈，好吧，谢谢。江献之秒回一个软萌的企鹅打滚表情包，又光速撤回。石瑶想收藏的手将在半空。此刻黑明星4号监狱内，江献之捂着脸耳根通红，丢死人了，他应该没看到吧？好不容易应付完一个，贺千寒的消息又来了，首都星鱼龙混杂，我派个正好休假的下属保护你，待会他加你。紧接
接着，其他人的关照也接踵而至。严庆成，陆上江那边我打过招呼了，他会联系你，有事找他。叶延彻，石瑶，我老师是你们院长，有事你找他报我名字就行。石瑶一直视他们为工作任务，没想到在这举目无亲的陌生世界，竟是这几个人一直在关心他的安危。一丝暖流划过心间，他认真的一一回复了感谢。帝国首都学校毕业典礼，场面恢宏，石瑶的目光却被两个极其熟悉的身影牢牢抓住，是书中女主白若和男主二皇子叶燕。原主卑微的暗恋了叶燕整整4年，石瑶尽量忽视原主那份残留的不适感，而等到中间优秀学生演讲环节，白若与叶燕携手登台，笑容璀璨。借此机会，我与二皇子叶燕正式宣布，我们已订婚。台下掌声雷动。二皇子 S 级精神力与45生育值的白若确实是良配，不过有些人心里也很遗憾，如果大皇子没有精神力崩溃，作为3S 精神力强者，这样优秀的雌性理应配他最合适。台下，白若的父亲白福满面春风，仿佛已跻身顶级家族。之后到了领毕业证的环节，石瑶和江岩随着队伍上台，院长在每个人面前都简短勉励几句，走到石瑶面前时，却特意停下，温和的笑道：“加油，孩子！我听大皇子和我主父陆鼎峰提起过你，他们都对你赞誉有加。”他看出石瑶的疑惑，解释主父就是图书馆那位陆爷爷，又补充了几句：“精神力只是点缀，做人才是根本，总会遇到与你同频的雄性。”他显然听说过石瑶是废词的流言，甚至训斥过嘲讽石瑶的学生。在他看来，精神力和生育值并非幸福的决定因素。这份来自强者的善意安慰让石瑶心头微暖，可他没注意到，因为院长的特殊停留，台下瞬间射来无数道探究的目光，更没看到贵宾席上的白府在看清他面容的刹那，瞳孔骤然收缩，脸色巨变，活像大白天见了鬼。石瑶领证后回到座位，和江岩开心的拍照发社交圈，动态刚发出几秒，就收到一连串的点赞。此刻的监狱内，5人不约而同的暗戳戳保存了照片后，陷入一阵沉默。江献之闷闷的打破了寂静：“你们说，石瑶在首都星过得这么开心，真的还会回来吗？”穆渊没什么底气：“会的吧，他自己说的。”江献之难得叹息，要是精神力没崩溃就好了。首次，他对这牢笼般的日子感到了厌烦。如果自己也在首都星，照片里站在他身边的人会不会是自己？众人不语，却也升起了相同的念头和不甘。而石瑶对这一切也不知情，只是安静的等待毕业典礼结束。典礼结束时，一个陌生的飒爽女声叫住了石瑶，来人正是江献之的母亲杜一。她不由分说将一个昂贵的空间钮塞进石瑶手里：“我家献献让送你的，里面红盒子是给你的，其他东西是给献献的，麻烦转交。空间钮当辛苦费和见面礼，不用告诉他。”说完，不等石瑶反应，杜一就风风火火的离开了。石瑶愣愣的看着手中价值几10万新币的空间钮，哇，姐姐杀我！江献之的妈妈也太豪横了吧，这下是真不好意思收了。待抬头想还回去时，江献之的母亲早没影了。紧接着，江岩邀请石瑶去他大别墅做客，看着自带花园和机器管家的豪宅，石瑶满眼羡慕，而江岩临时起意：“瑶瑶，当我伴娘吧。”他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各种伴娘服，只是怕原主嫌人多不肯。见石瑶欣然答应，江岩兴奋地拉着她冲进衣帽间，看着镜子里穿着素雅绸缎裙的自己，石瑶有些恍惚，原主的脸似乎越来越像她自己的了。精神体小蘑菇适时在意识里嘀咕：“主人，这很正常呀，人类的样貌本就是灵魂的显现，你是他，他就是你了。”石瑶听得有些似懂非懂。接下来在好姐妹的要求下，石瑶又是穿了几件。江岩看着自己芯片里拍的照片，觉得都好看，根本选不出来。他灵机一动，直接把负责保护石瑶的利维多叫了上来。他是贺千寒派的下属，快看看瑶瑶穿哪件最好看。利维多一上来，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石瑶身上。照片里的她像个精致的洋娃娃，让人忍不住想呵护。意识到自己飘飞的思绪，他脸颊微红，立刻站个笔直，都很好看。石瑶小姐喜欢哪套？江岩偷笑，满意的把她赶走，然后贼兮兮地问石瑶：“瑶瑶，你觉得利维多怎么样？”“S 级哦，实力强又靠谱。”石瑶摇头：“我现在没心思，而且他知道我精神力和生育值都低。”江岩了然，不再强求，但安排利维多当了伴郎，方便保护石瑶。婚礼当天，石瑶作为伴娘跟在江岩身边，不知为何右眼皮一直跳，莫名的心悸。流程温馨而热闹，江岩和2位受夫在父母见证下完成仪式。唯一的小烦恼是，不断有雄性试图搭讪石瑶，他利落的拒绝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利维多直接站到他身前，释放出强大的 S 级精神力，无形的威压如同宣告主权，瞬间让那些不够格的追求者悻悻退散。婚宴持续到晚上7点多，石瑶和江岩告别后，就微笑看向利维多：“谢谢你，我买好了明天回黑明星的票，明天就不用麻烦你了。”他内心仍在纠结去留，但江献之母亲托带的东西，还有陈雄他们，无论如何都得回去一趟。利维多看着石瑶，眼中掠过一丝遗憾和不舍。“好的，石瑶小姐，一路顺风。”次日清晨，石瑶特意买了些礼物准备回礼给监狱的大佬们，才登上返回黑明星的豪华飞船。而他不知道，排队等候的雄性队伍中，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正盯着他走进舱门，手指在芯片上快速敲击，目标已登船，但此磁性风险高，得加价。对方显然愤怒，黑风衣男无所谓的回复：“我是看在你女儿份上才接这活，不加算了。”对方无奈妥协，加价100万新币。黑风衣男这才勾起嘴角，成交。回程本该顺利，谁料飞船在红雁星中转停靠时，竟被告知能源室突发故障，需要等待太空站补给，耗时约1小时，乘客们被迫下船等候。能源室故障，石瑶心中疑窦丛生，闪过好几个猜测。不过既来之则安之，他索性把这当成意外的小旅行。红雁星的天空独具特色，如同燃烧的晚霞，瑰丽壮观。石瑶心情
情稍缓，拍了几张自拍，顺手发了条动态，动态发出不到1分钟，熟悉的头像纷纷亮起秒赞评论。贺千涵，好看，这是在红艳星吗？注意安全。穆渊，天不错，人勉强。第3张构图不行，杂人太多。叶延彻，在返程路上了吗？江献之，真好看，我也想拍。严庆成，不错，如果飞船停留的久，可以买点火能原石纪念，冬日还能保温。看到他们的秒赞和评论，石瑶心头微暖，一一回复。不过他没想到穆渊还懂构图，他好奇地点开他吐槽的第3张照片，放大细看，照片边缘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身影突然闯入视线，正是江岩婚礼那天站在白若身后的那个追随者。他怎么会在这里？石瑶猛地抬头朝那个方向看去，人不见了。原文原主被女主追随者虐杀的剧情瞬间闪过脑海，寒意顺着脊椎爬升。就在这惊疑不定的一刻，他眼前猛地一黑，瑰丽的红色天空，周围乘客的喧哗声，乃至自己的身体感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极致的恐惧像冰冷的铁爪，快速地攥紧了他的喉咙。这不是普通的绑架，这诡异的手段远超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是谁？为什么要抓我？石瑶强撑着厉声喝问。黑暗无声，没有任何回应，但石瑶知道对方就在这里，在某个他无法感知的维度，冷冷地注视着他。这绝不是为了赎金或者简单的报复。可笑的是，石瑶在绝望中闪过最后一个黑色幽默的念头。黑明星上那5个刚刚笨拙地学会了一点温柔的灭世级煞神，发现他们的小狱长丢了，会把这整个星系都掀翻过来吧？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里面随便一个犯人放出来都是能毁灭世界的存在。但此刻他们都对一位少女俯首称臣，只因3个月前少女主动来到这里当监狱长，不仅救活了濒死的白虎战神，还将狂暴的黑豹皇子恢复了神智。从那以后，5位桀骜不驯的大佬都甘愿沦为他的囚徒。可谁能想到今天他在参加完闺蜜婚礼返回监狱时，竟在自家飞船被绑了。消息传回监狱，5位大佬当场疯魔，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白虎战神在联系下属救人时都带着哭腔。优雅贵公子穆渊第一次对母亲失态大吼：妈，一定要找到他！九尾狐严庆成竟直接搬动了退休多年的军界大佬父亲陆鼎峰，甚至黑豹大皇子叶延彻以及世家公子江献之也纷纷动用家族力量，一时之间时空军舰、世家私兵、雇佣兵团竟罕见联手。但石瑶他并不是众人眼里的废物，被拉进无尽的黑暗后，他防备地盯着四周，脑海里不停地和小毒沟通。主人，这是兽人天赋能力的一种，名为域，可以暂时把别人拉入到自己空间，是杀人越货的一种好技能。小毒又检测到这兽人的精神是 S 级，最多也就支撑10几分钟。主人，你小心一点，坚持到出去就有办法了。于是石瑶先想到用芯片求救，可令人绝望的是，信号被完全屏蔽。他愤怒地对着黑暗质问：你是谁？为什么抓我？黑暗中传来一声阴冷的嗤笑：啧，没想到你这小雌性还挺镇定，可惜了，有人买你的命。不过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听到这话，石瑶紧绷的神经稍松，但更大的疑云笼罩在心头。自己明明已远离了书中的女主，为何还是逃不过死亡的结局？难道书中那凄惨的结局真的无法改变？一股深沉的无力感几乎将他淹没。主人别怕，出了狱我就能搞定，我们很厉害的。小毒的声音及时将他拉回现实。石瑶猛地惊醒，对，原主是连精神力都没有的废瓷，可他不是，他不仅有了小毒，还成功延迟了书中的死亡时间。剧情一定会被改变的。他眼中重新燃起火焰，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他立刻按捺心神，和小毒在脑内紧急商量对策。小毒灵光一闪，主人，你的天赋能力是免疫伤害，待会儿脱离域空间，立刻用意念变成我的样子，变身期间所有伤害无效，一次能持续30分钟。石瑶觉得可行，却仍有顾虑，万一再被拉进狱里怎么办？不会的，主人，狱的冷却时间至少4-5个小时。了解完这些，石瑶心中总算多了几分底气。在令人窒息的完全黑暗中，有小毒的陪伴，恐惧被驱散了不少。不知过了多久，眼前骤然一亮，石瑶发现自己被绑在飞船座椅上，抬眼一看，心瞬间沉到谷底。跃迁飞船正在太空中高速飞行，你要带我去哪？驾驶座上，一个黑衣雄性回头笑了笑，放心，只是送你去当虫族的零食。听到虫族2字，原主被啃噬的只剩头颅的恐怖画面瞬间冲击石瑶的脑海。他强作镇定，想出双倍价钱买自己的命。哼，我有我的原则。对方油盐不进，石瑶便不再浪费口舌，目光扫向手腕上的芯片，但双手被束缚，根本无法触碰。与此同时，红焰星飞船清点人数，终于发现了石瑶失踪，第一时间就向时空军舰汇报，并联系了他的紧急联系人闺蜜江岩。你们怎么干的？连雌性都能丢？我朋友出事，我跟你们没完。骂完后，他立刻疯狂联系石瑶，但一直没人接。情急之下，他想到了贺千寒少将派来保护石瑶的利维多，立刻将噩耗告知。原本江岩想和利维多一起去救石瑶，但跃迁飞船只能容纳2人，万一找到石瑶，3个人也坐不下。利维多二话不说切断通讯，启动飞船的同时，将这噩耗汇报给远在黑明星的贺千寒。你说谁？石瑶失踪了。素来威严沉稳的贺少将脸色巨变，我不是让你保护好他吗？对不起，少将，我没想到石瑶小姐会在返程的飞船上出问题，我现在已经联系军中了，穆家好像也带了人一起去寻找，还有时空军舰巡守兵，我们一定会找到石瑶小姐的。利维多更愧疚自责了，是他辜负了少将的信任。贺千寒强压翻涌的情绪，从容不迫地吩咐让飞船人员调查能源石为什么会出故障，还有重点查看红焰星是否存在其他跃迁飞船，确定他们是否离开了红焰星，最后调查另一个失踪的雄性，哪怕身处遥远的黑明星，贺千寒依旧是战场那个让人信服的少将，一言一行仍让人下意识臣服。利维多的慌张无措淡了几分，好，我一定会找到石瑶小姐的，拜托了。贺千寒第一次用上了恳求的语气。利维多怔了怔，好像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2人通讯结束，监狱里的其他大佬也得知了消息。穆渊火急火燎联系自己的父母，穆母听完后，终于确定儿子之前口中的石瑶就是这个失踪的雌性，而自己儿子对这个雌性显然不一般。妈，一定
一定要找到他。自从上次贺千寒那番话后，穆唐风知道自己怕是喜欢上这个小雌性了。这边穆唐风联系了叶延彻等人，也不甘落后。叶延彻直接联系了自己的母亲，首都学校的院长江献之也告知了自己的父母。作为帝都4大家族之一，江家以雇佣兵出名，家里有一个雇佣集团，这些人都可以派出来一起寻找石瑶。不甘落后的延庆城则通知了退休的老头子陆鼎峰，这位军界大佬正觉退休生活枯燥，一听有急事，尤其是儿子难得开口，立刻精神抖擞地点其家中守卫，与江家的雇佣兵会合出发。自己的妻主院长往日都不允许他亲自出兵，但难得自己儿子找他，还是重要的磁性。这次院长没再阻拦，营救队伍如同滚雪球般壮大，与时空军舰汇合，铺开了一张覆盖星域的天罗地网。而这一边，月签飞船在垃圾星上空悬停，黑衣男狞笑着，粗暴地将石瑶推出舱门。被解除束缚的石瑶短暂喜悦了一下，瞬间又被扑面而来的死亡气息碾碎了。下方是坚硬的地面，远处是如潮水般涌来的恐怖虫族，摔下去就算没有粉身碎骨，落入虫口也尸骨无存。千钧一发之际，石瑶爆发出全部的精神力，距离地面仅1米之遥，绿光一闪，它竟化作一朵不起眼的绿色蘑菇，轻飘飘落进一堆垃圾的缝隙里。几层楼高的狰狞虫族瞬间向移动的山峦围拢过来，它们形态扭曲，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石瑶从未见过如此恶心可怖的景象，吓得屏住呼吸，在垃圾缝隙中僵硬如石。万幸蘑菇形态微小且位置隐蔽，虫族在它坠落点搜寻了10几圈，没嗅到熟悉的肉香才悻悻散去。石瑶丝毫不敢动弹，第一时间通过芯片向江岩和利维多发送了精准定位。好在这个世界芯片是同时植入到体内的，就是变成蘑菇也不会消失。看到通讯里无数关切询问，他心头微暖，但深知此地不宜久留，变形时间也有限。发送完定位便无暇回复，他偷偷看了一眼外面，确定没虫族了，才小心翼翼地滚出藏身之处。好在依靠智能导航，发现有一处距离很近的废弃建筑，他立刻快速地朝1公里外的废弃建筑移动，那里曾是垃圾星管理员的落脚点，或许能找到武器，但光秃秃的荒凉地表毫无遮挡，他只能加快滚动速度，不安感如影随形。江岩收到石瑶定位的第一时间就发送给利维多，当看到他所在点位于垃圾星时，他差点急哭了。石瑶精神力等级那么低，垃圾星现在又全都是虫族，他简直不敢想石瑶会遭遇什么。而利维多看到定位，心脏也几乎停跳，他立刻将坐标同步给所有救援力量，然后将飞船加快。贺千寒得知位置后心重重一跳，不祥的预感淹没胸口，但还是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你带机甲了吗？垃圾星现在污染严重，又有很多虫族，单枪匹马很难救人。听到利维多带了，贺千寒才放心了一点。你现在距离垃圾星还有多远？大概还要35分钟。贺千寒皱了皱眉，太久了。石瑶精神力很差，垃圾星又那么多虫族，晚1分钟他的危险度就会加大1分钟。他当机立断挂了通讯，然后打给了另一个人白风，你现在带领NB2队先去垃圾星，务必活着带回石瑶小姐。驻守在边防星的白风是此时距离垃圾星最近的地方，飞行大约12分钟。贺千寒立刻将消息同步给其他救援者，得知石瑶陷落虫族巢穴，众兽的心都沉入了冰冷的谷底。而这边石瑶终于抵达废弃大楼，但时间已过去近20分钟，大楼破败不堪，他搜寻许久一无所获，正失望时，却在3楼一个坍塌房间的床头柜里发现了一个老旧的面罩，想着还是需要武器防身，他又不得不离开去其他卧室寻找，但还是没找到任何武器。眼见着蘑菇变形时间快到期了，他只能先回到面罩那间房，刚一回去就变回了人形，一瞬间难闻的气味毫无遮掩地冲进鼻腔，他重重咳嗽了几下，眼前发晕，还是快速摸索着戴上面罩，短短时间就忍不住大口呼气。小毒关心地从他意识海中钻出，主人你还好吗？石瑶说不出话，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然后像想到了什么，心里一紧，立刻从空间囊里拿出香水，洒了大半瓶，将自己人类的气息全部覆盖后，才松了一口气，但似乎有点晚了。他听到了沉重且巨大的响动从楼下传来，连带着空气中的灰尘都犹如流沙快速洒落。虫族对食物尤为敏感，那会儿下落也才10几秒时间就围聚了那么多虫族，不敢想象这会儿又吸引了多少。他挣扎着立刻爬了起来，快速朝着其他卧室跑去，以生平最快的速度躲进了柜子里。小毒紧随其后穿过柜子，听到地面震荡的声音有些害怕，下意识地贴近自己的主人。石瑶将他抱在怀里，然后微微放缓呼吸，聆听屋外的动静。大楼震动不断加强，虫族渐渐逼近，他紧贴着衣柜，都能清晰感觉到衣柜好像也发出了嗡鸣声，跟着颤抖。还好虫族体型太大无法进入楼中，只能暴躁地在外巡视，时不时耸动着鼻子寻找刚才的味道来源。但有一只体型较小的虫族直接爬进了石瑶所在的房间，他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的缝隙，闻了好一会儿，除了奇怪的香味也没闻到什么肉味。石瑶不知不觉屏住了呼吸，小毒紧张道，主人，待会儿他们要是来了，我可以过去引开他们，反正他们吃不到我。好。石瑶轻点了点头，透过衣柜的一小条缝隙看向外面，看到房间里有一只虫族，那虫族又好似闻到了奇怪的味道，他跳在床上四处闻了闻，长长的尾巴无意间甩在了衣柜上，衣柜发出脆弱的响声。突然一个东西重重地砸在石瑶头上，他疼得脸都皱了起来，吓得忙捂住嘴。那虫族疑惑地看向衣柜的方向，他凑近鼻子耸动了几下，石瑶眼睛都不敢靠近缝隙。就在小毒着急忙慌准备出去引开他时，那虫族又扭头离开了。好在石瑶的香水有用，其他虫族也没闻出他本身人类的味道，就再次退去了。石瑶没敢出去，
过了许久，听到外面彻底安静了，才悄悄松了一口气，难得有片刻喘息。他打开了芯片，先跟每个关心自己的人报了平安。他看着上面的信息，没想到自己失踪连监狱里5人都知道了，他们还叫了很多人帮自己，他心里很暖。此时延庆城的消息及时传来，让他先找防毒面具和隐藏身上气味，还说地图导航科研院可以找到垃圾星地下基地，那里以前是个科研所，比较坚固，虫族进不去。石瑶搜索了一下，定位居然和这栋废弃大楼重合，看来他还是幸运的。石瑶决定先找到地下基地，他先关掉了芯片，摸了摸自己泛着痛意的脑袋，看向落在自己身边的东西，居然是一把机械枪，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抬头看去，原来藏在衣柜的暗格里，怪不得之前没找到。石瑶摸索了一会儿，简单熟悉了操作方法后，确保待会儿遇到虫族会使用，才往楼下走去。他现在在这栋楼的3楼，每踏一步都伴随着弥漫的灰尘，让人胆颤心惊。好在有惊无险，走到了1楼。延庆城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所科研院的入口就在进门大厅的书柜后面，其中有一本书是关联入口的启动装置，不过10年太久了，他忘了当初是无意间开启了哪一本书，只能让石瑶自己找一找，但大概在中间区域。大厅太过空旷，一眼能看到外面，石瑶愈发觉得没有安全感，恨不得又躲回刚才的衣柜中，但他还是收起乱七八糟的思绪，让小毒帮自己警戒外面情况，然后才打开了书柜。面对摆满几百本书的巨大书柜，石瑶傻眼，这怎么找？忙碌了几分钟，才清空一小个空格，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而且动静太大了。他记得地底下也有虫族，这声音说不定会把他引出来。石瑶蹙眉思索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了什么，小毒，你是不是可以穿墙？他想起刚才躲在衣柜的时候，小毒就是这么进来的。小毒点了点头，是的，主人怎么了？石瑶眼睛亮了亮，接下来有个重任交给你，你直接穿过去，从里面给我开门。小毒一听，好像也是个办法，然后立刻穿墙过去了。他进去后四处找了找，果然看到了类似于开门的按钮，跳过去点了点，很快大厅的衣柜开始挪动，一个入口慢慢显现出来。石瑶快速跑了过去，抱着小毒亲了一口，小毒，你太棒了，然后握紧刚得的机械枪，毫不犹豫抱着小毒的踏入黑暗的通道。就在石瑶踏入地下基地负1层时，白风少校率领的 AB 救援队根据石瑶发出的定位，也强势登陆垃圾星。巨大的动静瞬间引爆了整个虫巢，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在垃圾星表面爆发。而这边昏暗的地下长廊的石瑶捏了捏蹲在自己肩膀上的小毒，试图寻找几分安心。他小心地走向外面的一条空旷长廊，不过他没忘记先给延庆城报了平安，我已经到了地下基地。延庆城松了口气，但不忘提醒，这个地下基地是后2年创建的，安全性很好，不过你要注意，这里曾经主要研究虫族，里面有一些实验室关了一些。石瑶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难道刚出虎穴又入狼窝？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下一秒，黑暗的长廊尽头突然传来了刺耳的铁笼撞击声。